妇女主任潘桂元偷偷摸摸来到了村委会会计梁新春的家里，要耍一耍手段，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梁会计不，梁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俩能不能合作合作？合作？跟你？潘桂元，我比你高30多票，村委会主任的位子已经是我的了，咱俩有什么好合作的？潘桂元往会计梁新春的跟前又凑近了一些。梁哥，你把这一届的村主任位置让给我吧。什么？让给你？凭什么？我可是村民们选出来的主任，怎么能随便让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妇女主任潘桂元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说是他已经得了绝症，活不过3、5年了，即便是当上这个主任，大概也活不到任职期满。而他潘桂元有生之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干一届村主任，能够亲力亲为，为全村的乡亲们做点实事，也是给自己的子孙积福啊。边说话边抹眼泪，潘桂元顺势从怀里掏出一份医疗检查报告。会计梁新春接到手上一看，哎呀，原来妇女主任潘桂元已经得了癌症了，还是晚期。梁新春心头一紧，眉头一皱，他犹豫了。潘桂元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心说有门。梁哥，我知道你如果上任当这个主任，是想着大展身手，救活咱们村的织布厂，扩大饮料厂，等赚了钱呢，盖一所新学校，是不是啊？梁新春点了点头，对，没错，这些都是我在竞选的时候向村民们承诺的，肯定说到做到。好啊，要是你让给我当这个主任，我一定还是让你来负责干这几样事情。另外，等到下一届主任选举的时候，或者是我临死之前，一定尽我的全力帮着你来接我的班，成为下一届主任。听着潘桂元这一番话，梁新春边听边挠头。潘桂元趁热打铁，梁哥，算我求你了，我都得了绝症了，你就不能可怜可怜弟妹吗？见梁新春仍然是面有难色，看得出来此时他的内心十分矛盾。于是潘桂元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锏，咕咚一声，他给梁新春跪下了，抱着梁新春的大腿，泪流满面。看样子梁新春要是不答应，他今天就跪着不起来了。这时候，一直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梁新春老婆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老梁，你就答应桂元吧，不就是个主任吗？让给他当不就得了？于是村会计梁新春在即将上任村委会主任的时候，忽然提出来说自己身体不爽，坚决不当这个主任了，建议由票数仅次于他的另一位候选人，现任妇女主任潘桂元来担当这个村委会主任职务。经过村民们重新选举，妇女主任潘桂元顺利当选了新任村委会主任。上任之后，潘桂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着支部书记魏旭达、老魏同志一起到浙江的一个现代化先进农村去考察，学习新农村建设经验。其实这哪是考察呀，只是在那个村子待了半个多小时，潘桂元就领着书记老魏去逛西湖了，晚上下榻在一个5星级宾馆共度良宵。这二位游玩了10多天，余兴未尽，恋恋不舍的离开了杭州。这回全村的实际权力便全部掌握在潘桂元一人之手了，
因为书记魏旭达已经对他是言听计从。回到村子之后，潘桂元先是把几个村集体企业以暗箱操作的手段，以极低的承包价发包给了他的弟弟、妹夫、小叔子等人。他家这些人很快都发了财。潘桂元的儿子由这些亲戚出钱送去了国外读书。潘桂元的丈夫被潘桂元安排在驻京办事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把村子里赴京打工的年轻人往各个工地上送，收取的中介费全部装入自己的口袋。短短几年的时间，村子里的公款全部被掏空，而潘桂元和他的家人们呢，一个个住洋房、开豪车，都成了暴发户。那位让出主任位置的梁新春，非但没有得到潘桂元所承诺的村集体企业的管理权，还在潘桂元上任的第1个月，会计的身份就被人给替换掉了。梁新春还纳闷呢，潘桂元不是得了癌症晚期了吗？怎么越活越精神了呢？气愤难平的老会计梁新春多次找上门去，要让潘桂元兑现承诺。潘桂元每次都是笑脸相迎，非常的客气。梁大哥，不要这么大火气嘛，来，坐下先喝杯茶吧啊！潘桂元，不是说好了让我负责村里的企业改革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还连会计也不让我干了，不要欺人太甚。梁大哥，你真别生气，我说过的话保证做到。这样吧，你再等一等，我肯定让你满意啊！回去再耐心等一等。就这样一拖再拖，这位梁新春居然被潘桂元给糊弄了好几年。后来他才知道，潘桂元从一开始就没有跟他说过一句实话，包括那个癌症晚期的检查报告也是潘桂元找亲戚造的假。他哪有什么癌症啊，连个感冒都没有。梁新春这才彻底明白，就算是再等上10000年，那潘桂元也不可能兑现承诺。潘桂元，我要到县里去告你，你就等着接受调查吧。怎么着，翻脸了是吧？姓梁的，你去告好了，老娘等着呢。梁新春可不是开玩笑，他说告就告，第2天他就走进了县纪检委的办公室，向那里的领导反映了村主任潘桂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打压村干部等等问题。领导对于梁新春的反应非常重视，当即表示会尽快展开调查，如果潘桂元身上真的存在以上的问题，我们绝不姑息。梁新春一听，心里非常高兴，对领导表示感谢之后，回家等消息去了。他哪能想得到，那潘桂元早已经跟县长拉上了关系，用自己的特殊魅力征服了县长大人，所以才会那么的有恃无恐。在家等了10天，县纪检委没有来人，梁新春着急了，想要再去城里看一看。又一想，用不着，那天那位领导说的十分肯定，说是尽快来我们村子里调查，他哪能说谎啊？又耐着性子等了4天，还是因空信渺，没有一点动静。到了第15天的时候，有动静了，县里果然来了人，不过来的不是纪检委的同志，是财政局来人了。调查的也不是村主任潘桂元，而是前任村委会会计梁新春。梁新春一拍胸脯，我不怕调查，你们随便查吧。我当会计好几年，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更没有贪污挪用过1分钱的公款。财政局的人没有理他，面无表情，只是把他们村前几年封存起来的所有账目通通带走了。3天之后，县里又来人了，这回换成了检察院的执法人员。梁新春，你涉嫌做假账和侵吞公款，走吧，
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梁新春顿足捶胸，跳着脚的赌咒发誓：我是清白的，你们不能带我走。那还管什么用啊？说了跟没说一样。梁新春被推上警车，一溜烟儿驶离了村口。望着远去的警车，村委会女主任潘桂元把嘴一歪，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轻蔑而又得意的笑容。哼，跟我斗，你还太嫩了点儿。原来县长大人已经答应潘桂元了，至少要让老会计梁新春踩上10年8年的缝纫机，搞不好啊，还就再也出不来了。可是潘桂元忘了有这么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立刻就报。村里的老会计梁新春被检察院带走之后没几天，那位县长大人却率先塌房了，被人爆料强行侵犯女下属，有人将视频发到了网上，广为传播。结果上级一调查，这位县长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很快就被双规了。半年之后，因为贪腐和色贿被牵扯出来的潘桂元以及他的亲属们也通通戴上了双手表，被推上法庭接受正义的宣判。原来的村会计梁新春只等到新任县长就职之后才被放回了老家。他重整精神，打算竞选下一届的村委会主任。